陆东明默了默后说道：是的，虽说人人都会做梦，但你以往没有和我说过这样的梦境内容。昨晚你做这样的梦，是你睡前想到我们的关系，担心吗？还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了什么，让你忍不住胡思乱想，然后就做了那样的梦？海玲笑，怎么可能？谁会在我面前说什么？我又不在管城，就算你真有爱慕者，他们要找上门来，也得等我回了管城，他们才会找上门来。我就是莫名的做了那个梦，跟你说了一下，更想从你这里知道答案，你是不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勾走了其他女子的芳心？战印没有告诉陆东明，海童怀疑张总对陆东明有想法，海玲就更不会说了，没证没据了，他怎么可能说出去为自己的妹妹带来麻烦事？但他相信妹妹的直觉，那个张总可能是真的对陆东明有想法，只是陆东明不知道而已。妹妹说那个张总丈夫早已去世，也有一个儿子，儿子现在大概是8、9岁大。由于丈夫是独子，在丈夫去世后，公婆身体不好，儿子年幼，为了不被亲戚们瓜分了公司，张总不得已接管了丈夫留下来的所有生意，花了几年时间才算稳定了局面，如今算是个女强人。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儿子，还要照顾公婆，又的打理着生意，她的压力劳累可想而知，会想着找个男人做个伴，靠一靠也很正常。但是张总婆家也算是豪门，家产不菲，她找个新欢，担心那个男人冲着她的钱财而来，她就要挑人品好的，能力强的，最好家世相当的，那样不会冲着她的钱财而来。管城优秀的青年才俊，适合张总条件的真不多，陆东明却是不多的人选之一。他未婚，但年纪比张总大，人品不错，能力强，家世背景雄厚，个人资产过100亿。他若是和张总在一起，不会冲着张总的钱而来。只是陆东明现在还坐着轮椅，又深爱着海玲，这是整个管城人都知道的。张总还没有表态，也不敢流露出太多他对陆东明的想法。陆东明连忙否认，我没有，我很少和未婚女性来往的，跟我谈生意的女人们全都是已婚的。最近与他谈着项目合作的，除了战印这个好哥们之外，也就是张总了。不过张总是结了婚的，人家儿子都上小学了。虽说丈夫去世，张总却是留在婆家，接过了丈夫留下来的重担，替婆家撑着门面。陆东明还挺欣赏张总的很近的，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要在吃人的商界里站稳脚跟，不狠都不行。海玲，我眼里心里都只有你，我们俩这一路走来，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我这辈子都只会有你一个女人。海玲笑道：东明，我相信你也不担心有情敌，有情敌说明我的眼光好呀，挑中的男人那么优秀，优秀的人，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爱慕者都会很多。我相信你是无法抢走的爱人。海玲还真的没有担心过有情敌，哪怕以后张总真的向陆东明表白，公开也他竞争，他也不怕。张总现在是比他强太多，但他有陆东明的真心，他也在一步步往上爬。那个梦你也别放在心上，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再说了，我做的梦，就算要担心，也该是我担心。陆东明沉默了一下后，忽然说道：海玲，我们年前就把结婚手续办了吧，我会坚持做复健，一定会康复如常的，不会成为你的拖累。我是不能承诺什么时候能好起来，现在我换了自动的轮椅，自己能操作着出行，也能减轻照顾我的人负担。我想了想，我们还是先办理结婚手续，等我完全康复了，再办婚礼。陆东明想到好友说的话，可能是海玲对上段婚姻还有阴影，想得多了，就会担心他被人抢走。那他就和他领证结婚，他是他的男人了，谁还能将他抢走？他是个寡情的人，否则也不会在36岁还没有娶妻。好不容易动情了，就是一辈子。他的心房很窄的，只容得下海玲一个。别人再想进来，对不起，连站的位置都没有了。有段时间是海玲想和陆东明领证结婚，但他是只想领个结婚证，成为合法夫妻，不想再办婚礼了。
他觉得他二婚又嫁入了豪门，就低调点，不要招来太多的嫉妒恨。他娘家所有人，妹妹包括大姨一家人都不答应，陆东明和陆家也不同意。海彤就说过，姐姐二婚怎么了？二婚也是光明正大嫁人，又不偷人，不当小三，谁规定二婚不能高调的办婚礼的？他就希望姐姐嫁给陆东明时办一场盛大的婚礼，让大家见证姐姐的幸福。陆家则是觉得陆东明属于初婚，又是陆家四少爷，哪能没有婚礼？要求海玲可不能委屈了他们陆家四少呀，不仅要办婚礼，还要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可以追上苏南沈小军、战印和海彤的。婚礼问题先不说，在海玲接受了陆东明，只要陆东明向她求婚，她随时都可以嫁给他。陆东明却不急了，他怕自己无法康复，会拖累了海玲，所以两个人还是恋着，未能走进结婚的礼堂。现在陆东明提出年前领结婚证，海玲却犹豫了。他说到：东明，我现在很忙，还没有时间去安排咱们结婚事宜，还是等年后再说吧。海玲是真忙，但也有点担心张总真的插足，陆东明会变心。他想先看看张总是否会有下一步。陆东明面对比他优秀的女人的热烈追求时，还是一如以往的爱着她。等他的公司步入了正轨，他可以闲一点了，一定回莞城和陆东明领证结婚，再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免得结了婚，结果小三插足，到时候又得离婚。离过一次婚，海玲还是挺怕的。说到底，就是她被上段失败的婚姻伤到了，有了阴影。领个证不用多少时间，你抽个假回来一趟就行。陆东明坚持着先领证，成了合法夫妻，海玲就能安心了。他也名草有主了，外面那些有想法的女人离他远一点。东明，这件事等我有空了，咱们再好好聊聊，这段时间也再考虑考虑。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可不能冲动。我又是离过一次婚的女人，对待第二段婚姻必须慎之又慎。陆东明听出来了，现在海玲不想和他领证，可能是他太忙，也有可能是那个梦让他担心，他又改变主意了。他后面那句话说明了上段失败的婚姻带给他的阴影太大了，是他做的还不够好，不够多，现实里还没有情敌出现。仅是一场梦，就让海玲担心他会背叛婚姻，不答应和他领证了。好，等你有空了再说。洋洋很快就放寒假了，等洋洋放寒假，我带他过去陪你。战印这个时候插了句话进来，他说到：洋洋昨天才跟我说，放寒假了，要让他小姨带他去风尘山庄和龙庭玩。他小姨问他不去江城吗？他说江城好冷，我姐年前一定会回来的，小家伙就不想过去了，说在家里等着妈妈回来就行。陆东明他都没有跟我说的。战印笑道：又不叫你陪他过去，跟你说什么呀？他是洋洋的姨丈，洋洋的感情天秤，暂时还是偏着他的。陆东明现在只是陆叔叔，还没有成为洋洋的继父呢。陆东明哑了哑口。海玲在电话里说到年底了，各大公司都很忙的，东明你不用过来，先将公司的事情处理好，这样才能过一个安心年。我公司放假我就回去。他现在也是老板，就算他不想放假，工人们要放假呀，大家都放了假，没有人做事，他这个老板很自然的就要放假了。在放年假之前，海玲想多谈点生意，签多点订单，这样就不用愁年后没有事情做了。没事，我公司都开了多年，早就生意稳定，我就算1个月不回公司，也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我手底下那批管理团队还是很给力的。海玲，你忙吧，我听到有人敲门了，等晚上有空了，我再打电话给你。陆东明听到海玲那边传来敲门声，海玲让对方进来，便没有再占用海玲的时间。海玲在江城的公司刚成立的，还没有步入正轨。上周末他带着洋洋去看海玲，海玲跟他说，现在公司里都是只有支出没有回款的，就算签有订单还没有出货，就没有回款，收到的那点定金都不够每天的支出。
他压力很大，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经营起那家公司。那是要和凤氏集团打擂台的，凤氏集团也不想让海玲的公司起来，天天都盯着海玲的公司互抢生意。而陆氏集团都成立了10几年，生意稳定，管理团队大部分都是从公司建立之初就跟着他混的，在公司里10几年了，他对他们还是很放心的，哪怕他不在公司，也不用担心，他们也翻不出他的手掌心。若是他没空，他的3个哥哥也会腾点时间去帮他打理一下公司的事，让他可以安心的做复健追妻。好，晚上再聊。海玲先挂断的通话，是他的秘书敲门，告诉他一位客户来了，他得亲自去接待那位客户，若是能谈成生意，明年上半年都不用愁没事做了。陆东明在海玲结束通话后，将手机从耳边一下，却捏着手机不知道在想什么，想得很出神。战印端着自己的那杯咖啡，悠闲地喝着，视线落在好友身上。等陆东明回神，便对上了好友的盯视。这样看着我做什么？陆东明放下了手机，好笑地问着战印：你在想什么？战印不答反问，魂不守舍的。出车祸之前，我追着你大姨姐跑，不管我怎么保证我的真心，她都是拒绝我的感情，说只把我当成朋友，她不想再嫁。车祸后，我想和她断了来往，怕我拖累她，我妈却请她来照顾我。她照顾我，让我又重燃希望。战印，我和海玲能走到今天，是真的很不容易。我毁了双腿，我妈他们才接受海玲，不再阻拦我和海玲在一起。有段时间，海玲倒是愿意嫁我了，她说只要我向她求婚，她就会答应我的。我想到我还没有康复，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康复，她又忙，就想着等我康复，她也没那么忙了再说。现在我想领证结婚了，她又不同意了。阿印，我和海玲似乎总是无法同步，总有分歧。战印想说2个人的缘分是不是不够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种扫兴的话还是不要说。本来陆东明就着急了，他要是那样说，陆东明又会心事重重。站在海玲的那一边，战印是希望海玲幸福的，那是他爱妻唯一的亲姐。站在陆东明这一边，战印也希望好哥们能够收获幸福。铁三角现在就只有陆东明担着了，陆东明还是他们3人当中年纪最大的。阿印，你说我还要做些什么才能巩固我和海玲的感情，让他100%相信我，相信他自己，不用担心结了婚又离婚。战印被问话了，他沉默了一下后说道：东明，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这个人不会虚假，对待感情实心眼，不会掺杂着其他心思，你也不用刻意去做什么，就像平时那样经常打电话给我姐，有空就过去看看她，陪陪她，她需要帮忙了，你帮她的忙，再花点时间和洋洋培养感情。我觉得我姐接纳你的感情，只要是看你对洋洋的真心。离婚带着孩子生活的女人，在嫁时主要考虑的就是对方能不能接纳自己的孩子，对孩子会不会好。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不用再刻意去做什么，保持着你的初心就行。你也别胡思乱想，你们俩只是经历的风雨要比别人多一点，风雨过后总能见到彩虹的。我姐现在太忙，你也知道的，压力都压在她的身上。她婚前虽说在职场混得不错，婚后却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与社会脱节了几年，离婚后自己创业的时间也不长，现在一下子就要她开公司，专门针对着凤氏集团。她经验不足，压力也大，凤氏集团的少东家也不是省油的灯，2个人有一场硬仗要打，我姐不想分心，才会说不着急领证结婚。听了好友的话，陆东明说道：你说的也对，海玲现在是压力很大，也很忙，我不该胡思乱想，要站在她的身后，当她坚强的后盾。她需要我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赶到她的身边，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默默地守候着她母子俩，看着她前进，看着她一点点的变强。
他期待海玲的蜕变。与他在一起，海玲压力同样很大。别人总说他是因为妹妹的关系。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勾住了他的心。就算他帮他扫清了各种流言蜚语，还是有人私底下在说，然后传到他的耳里的。他这么努力，何尝不是为了能与他肩并肩？战印笑了笑，说道：所以真是你敏感了。你们俩好好的，有人追求我姐，你会打败情敌；有人跟我姐抢你的话，我相信都不用我姐出手，你就先和其他女性保持着距离了。20几岁的时候，陆东明都没有轻易就动心，现在都快40岁的人了，更加的成熟沉稳，也见多了各种各样的美女，不会轻易被诱惑的。陆东明心情轻松了不少，他端起他那杯咖啡，喝了半杯，放下杯子，对战印说道：是我打扰了你，占用了你的时间，来，咱们谈谈正事，不能让你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总要给你一点好处费的。战印笑：那我就不客气了。陆东明在战氏集团待了2个小时才离开，回到陆氏集团，刚坐着轮椅进了办公大厦，前台连忙向他问好，随即告诉他张总来了，在楼上等着他。陆东明点点头，张总说改天再来，他还没有联系张总，张总就来了。陆东明没有多想，他让保镖不用跟着了，自己操纵着自动轮椅到电梯口，进了电梯，很快便上到了顶楼。陆总，秘书看到陆东明从电梯里出来，迎过来，很自然地转到他的背后，推着轮椅。张总在贵宾室等着了，等了有将近1个小时。陆东明低沉地道：张总来了这么久，怎么不给我打电话？秘书答道：张总说陆总还没有回公司，肯定在忙，让我不要打电话催你，他等等无所谓，所以他就不打电话了。平时陆总上午都是做复健，下午才会回一回公司，很少一整天都在公司的。张总那般体贴，秘书便没有打电话给陆东明。在贵宾室里等着的张总以及他的秘书听到了外面的动静，猜到陆东明回公司了，张总便领着秘书从贵宾室里出来。陆总，张悦微笑地打招呼，然后走过来，有意无意地走在陆东明轮椅后面。陆东明的秘书以为他要推陆东明，便松开了手，跟着让了位置。张悦便很自然地接替了秘书的位置，推着陆东明进了总裁办公室。2名秘书默默地跟在2位老总后面进去。张总，我自己来就行，不用推的。陆东明不想让张悦推着他走，他都说了，他现在用的是自动的，自己能操纵着轮椅往前走，轻松得很。张悦笑着，我也没有怎么出力，都是陆总自己操纵着往前走。他今天没有穿着女士西装，而是穿着常服，平时挽着的发髻。她放了下来，披着头发，因为她丈夫去世了，她已经很少戴着明艳的首饰了。今天她又将丈夫还活着时她日常戴着的那些耀眼的首饰拿出来戴上，画着精致妆容的她看上去就像20出头的姑娘似的，都看不出她是个30好几还有个9岁儿子的人。早上出门时，儿子都夸她今天好漂亮。公婆看着这般打扮的她，欲言又止的。张悦知道公婆是怎么想的，昨晚公婆说的话她都听进耳里去了。她暗中挑选，观察了这么长时间，就只有陆东明适合她，不好明着当陆东明和海玲感情中的第三者，她就隐晦点，看看陆东明有什么反应。只要陆东明有点反应，她就算被人骂作小三，她要跟海玲公平竞争。若是陆东明对她只是单纯的欣赏，把她当成生意上合作的客户伙伴，她就死心了，不去做那个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放弃陆东明的话，她以后也不考虑嫁人了，好好的打理公司，养大儿子，给公婆养老送终，熬到儿子长大接班了，她就可以退下来，然后约上一班老姐妹周游世界去，偶尔心烦意乱了，可以去牛郎店消费消费。不恋爱，不结婚，不谈感情。张悦说的也是实话，他是2手放在轮椅上，不过是做样子的，
并不用他出力推着陆东明走。走到了陆东明的办公桌前，张悦松开了手。看到陆东明要起身，张悦本能的去挽扶他。张总，不用扶我，我自己来，我每天都坚持做复健。虽说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站起来走上2步路还是可以的。陆东明拒绝了张悦的挽扶，张悦只得缩回了手，但还是关心地看着陆东明。陆东明慢慢地站起来，然后抓扶着办公桌，便能绕进去，在黑色的转动椅上坐下来。看到他坐下来了，张悦才跟着坐下来。陆东明的秘书将轮椅推到一边去，挨着办公桌，方便陆东明使用。张总是要温开水还是要喝咖啡？陆东明客气地问着。张悦答道：我昨晚没有睡好，现在有点困，给我一杯咖啡吧。提提神，我每天都要喝2、3杯咖啡才能撑到晚上回家，太累。丈夫活着时，张悦喝咖啡时是悠闲的、惬意的，是一种享受。现在她喝咖啡是提神，是为了工作，早就没有了以前那种悠闲。陆东明让秘书去给张悦准备咖啡，他说道：我不需要，给我一杯温开水就行，我在战印那里喝过了咖啡。他一般就是上午才会喝一杯咖啡，下午就很少喝了，怕喝了晚上睡不着，失眠很难受的。陆总去了战氏集团。张悦问着，他说话时带着浅笑，让他看起来少了几分威严，多了2分的温柔。有点急事，先去了战氏找战印聊聊。陆东明并没有要往深里说的样子，张悦识趣的没有再问下去。陆东明、苏南以及战印3个是好兄弟，好哥们，管成上流社会的人都知道。这3大家族私交也是极好的。战印闪婚了海童之后，陆东明和海玲接触的机会变多，他才会慢慢的爱上海玲。而陆东明和战印的友情更铁了。若是陆东明顺利的和海玲结婚，他和战印就成了连金。苏南的娇妻又是海童的好闺蜜。张悦忽然觉得海童是个有福之人，也望身边的人。她自己好命，嫁入了战家当大少奶奶，连带她的好闺蜜，她离了婚的姐姐都能相继嫁入豪门。貌似跟海童交好的人都挺好的，像商小飞，商家大小姐，以前的名声很臭，大家都说她刁蛮、任性、霸道、目中无人。自从海童与商太太相认，她与商小飞既是表姐妹，又是好朋友。商小飞的名声渐渐变好，2个人还合伙开公司，开的是蔬菜瓜果公司，生意还很好。听说租了很多荒田来种菜，种的菜随便检测都是合格的、很安全的绿色蔬菜，公司的名声被打响，生意就越来越好。张总记得自己公司食堂的蔬菜瓜果都是和海童的蔬菜公司签了合同的，有海童的蔬菜公司每天新鲜的蔬菜。商小飞放弃了对战印的痴情，非但没有和海童撕逼，2个人关系好得像亲姐妹，而且商小飞也找到了属于他的幸福，与 A 世军家的5少爷相恋，婚事都敲定了。等秘书送上了咖啡，张悦喝了半杯的咖啡，便和陆东明说起合作项目的事。陆东明从头到尾都是和他聊着生意上的事，并无半句私事，而且他今天的刻意打扮也没有得到陆东明的夸赞。在陆东明的眼里，他和平时没什么两平似的。张悦想，他和陆东明相处的机会太少，陆东明应该没有多想。借着合作的关系，以后他有空就来陆氏集团跟陆东明聊聊生意上的事，一起喝喝茶，吃吃饭，再看看吧。陆东明又是个大老粗，心思没那么细，想不到他会对他有想法，是很正常的事。心急吃不到热豆腐的。张悦告诉自己不要心急，不要因为陆东明夸赞他今天漂亮就打退堂鼓。陆东明会喜欢海玲，不也是跟海玲相处的时间长了，慢慢受到海玲的吸引，渐渐爱上海玲的。他不适合一见钟情，他只适合日久生情。只要给他机会，他认为自己比海玲优秀，能让陆东明发现他的好，改而选择他的。
等到两个人谈好了生意上的事，已到了饭点，张月主动邀请陆东明一起用餐，陆东明却婉拒了张月的邀请。他说道：“我现在行动不便，除非跟我好友们聚餐，否则都是在公司里的食堂解决。”那好吧，等陆总康复了，我再请陆总吃饭。张月不好勉强，怕过于刻意招来陆东明的反感，也怕陆东明识破了他的心思，立即与他划清界限，那样就得不偿失了。陆东明很少接触未婚的年轻女性，与陆氏集团合作的老总们，就算有女性，最年轻的都是他这样的中年人，大多数都是奶奶级别的了。她若不是替丈夫撑起婆家门庭，又有个儿子，陆东明可能都不会亲自负责与他公司合作的事宜。在陆东明的眼里，她是他婆家的儿媳妇，是个已婚女人，哪怕她老公死了，只要她不改嫁，不离开婆家，在外人的眼里，她依旧是婆家的儿媳妇，并不是单独的个体，就很难让陆东明对她有想法。我让秘书送张总。陆东明没有起身送张月，他行动不便，现在不管谁来了，他都很少站起来，大家也能理解他。张月笑着和陆东明握了握手，说道：“陆总，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陆东明通知秘书进来，送着张月和他的秘书出去。秘书一直送着张月两人到1楼，直到两人坐车离去。秘书准备回去复命，转身没走多远，就看到了陆东明自己坐着轮椅出来。下班时间到了，秘书还是走到了陆东明的身后，推着他往前走。陆东明都是在公司里的食堂解决2餐，秘书自然也跟着一起，不好意思独自跑到外面去吃大餐。陆总，张总今天打扮得很漂亮，会不会是恋爱了？他平时都是穿着职业套装的。陆东明的秘书虽说是男秘书，也有着八卦的一面。他推着陆东明出了办公大厦，往公司食堂走去。在路上忍不住跟陆东明八卦着。陆东明说道：“是吗？他今天刻意打扮了？我没有留意到这些。哦，我想起来了，他昨天来的时候是穿着女士西装的，并没有留长头发，今天留了长头发。”秘书好笑的道：“陆总，人家张总一直都是留了长发，只不过平时是挽成了发髻于脑后，今天没有挽发髻，放下了头发而已。”陆总说的他一夜之间就能从短发变成长发似的，又不是戴假发，只管往头上一戴，什么发型都能弄出来。陆东明也笑：“我没有关注这些，我与他只是谈项目，谈生意，他有没有恋情那是他的私事，有八卦听一耳朵，没有八卦咱们也不要去制造八卦，免得毁了人家的名声。张总丈夫走了好几年，他一个女人家家的带着儿子，养着公婆，还要打理公司，本就不容易，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我们不要说他的八卦，不要扯是非，成了造谣之人。”秘书恩着：“我也就是和陆总说说，一个人平时总是穿着职业套装，有一天忽然换上了漂亮的常服，肯定是为了吸引谁的眼光，要么就陷入了热恋当中。都说女为悦己者容。”陆东明扭头看了秘书2眼，笑道：“你倒是挺懂女人的。陆总，我已经是2个孩子的爸，有家室的男人，当然懂女人。陆总想讨海小姐的欢心，尽管向我取经。当初没想到向你取经，早想到向你取经，说不定我现在都抱得美人归了呢。”陆东明打趣地道：“我是不太懂得讨女人欢心，不过我知道爱上一个人就要包容他的一切，对他真心付出了真心实情，他能感受到的。比起送各种奢侈品，我觉得在他需要帮助时，第一时间帮他，他遇到危险时能第一时间赶到他身边，陪伴比送奢侈品更能打动他的芳心。海玲从来不肯收他送的奢侈品，顶多就是收他送的花束。面对一个不看重物质的女人，他只能走陪伴这条路，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秘书跟在陆东明身边工作多年，见证了陆东明和海玲的爱情。
知道陆东明对海玲最初并无爱意，只是因为海玲是战大少奶奶的姐姐，战少的大姨姐，陆总就给了海玲一个工作的机会。当时还要求海玲每天早点到公司跑步减肥呢，嫌海玲太胖了。两个人是随着相处的时间长了，陆总才慢慢的被海玲吸引的，一个不图钱，一个不图颜，他们俩会走到一起，都是图的真心。陆总喜欢上海玲时，海玲减肥都还没有成功，只不过那时候陆总还没有察觉到自己对海玲的是爱情，他总以为自己是看在战少的份上才会对海玲好的。海小姐是个很好的女孩子，陆总什么时候和海小姐结婚？到时候可得请我们大家喝喜酒呀。陆东明笑道，等到我和海玲结婚办婚礼时，一定请你们大家喝喜酒，再给全公司的员工派发红包。婚礼当天，公司的食堂全都按照办酒席的模式，免费请全公司的员工吃上3天3夜。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会请到婚宴现场喝喜酒。陆氏集团的职员并不少，无法做到宴请全公司的人，不过可以在公司里的食堂以办酒席的形式，请全公司的职员免费吃上3天3夜，另外还会派发红包给所有职员。战印和海童办婚礼时就是这样做的，战氏集团全公司的职员都收到红包，也吃到了酒席。他不能输给2个好友，也不能让海玲受委屈。海玲和周红林结婚时，婚礼办得很普通，等到他和海玲办婚礼，他绝对办得轰轰烈烈的。到时候他亲自给周红林送去请帖，请周红林以及周家人来参加他和海玲的婚礼。他们不是喜欢在洋洋面前说他的坏话吗？不是老想破坏他和海玲的感情，不想让海玲嫁给他吗？他就让周家上下都见证他和海玲的幸福。秘书笑道，那我们就等着陆总请我们喝喜酒了。2个人边说边走，很快便到了公司的食堂。陆东明虽然粗犷，又因脸上有刀疤，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很可怕，但是在陆氏集团工作的人却知道陆总很好说话的。当然了，若是踩到了陆总的尾巴，陆总也会咬人，他们又不是脑袋被门夹了，不会傻到去踩老板的尾巴的。大家看到陆东明来了，都打招呼。食堂里的工人已经帮陆东明准备好了午餐，饭菜都摆在一张桌子上。陆东明跟几位高层管理坐在一起吃饭，边吃饭边聊天，一点老板的架子也没有。下班了，他们也不想谈工作上的事，都是聊天吹牛逼的。陆东明说的，下班了就要自我放松一下，免得神经绷得太紧。这边的陆东明在公司的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饭，那边的战印则是和爱妻在管城大酒店用餐。饭后，夫妻俩会在顶楼的总统套房午休，午休起来又各自回自己的公司忙自己的事情。海童的车子刚驶进公司，值班的保安就走过来，对他说道，海总有位杜小姐找你，商总已经请杜小姐进去了。杜小姐。车子停好后，海童从车上下来，问着保安有说是哪家公司的吗？他认识的女性同胞貌似没有姓杜的。海童一时间不知道来者何人，目的是什么。保安答道，他没有说是哪家公司的，只说想见见海总。我本来不想让他进去的，恰好商总回来了，商总听说他是来找海总的，就让他进去了。保安又小声说道，杜小姐瞧着和海总差不多的年纪，很漂亮，气质也特别好，挽着一只和海总平时挽的包差不多的，瞧着来头不小。海总有年轻的女人找上门来，你得防着点。意思可能会是海童的情敌，让海童做好心理准备。海童的丈夫战印在管城，人称战少的，婚前不少女孩子爱慕暗恋他的呢，也曾经有过情敌找上门，找到海童，想与海童分享战印的爱。不过那些主动找上门的情敌都败给了海童，也遭到了战印的打击报复，没有好结果。很多曾经爱慕过战印的女孩子，看到战印对海童那么好，
出了名的宠妻，都对战印死了心，但难保没有那种始终放不下的。我知道了。海童应了声，他抬脚便往办公楼走去。他的蔬菜公司没有战氏集团那么庞大，办公楼只有2层楼，他和商小飞的办公室在1楼。2个人的想法是一致的，懒得走楼梯，所以他们的办公室就在1楼。进了办公楼，经过了前台，再往前走几步，然后往右边拐入，先是秘书的小办公室，才是他和商小飞的办公室。沈小军几乎不来公司，他说他不需要独立的办公室，就和海童共用一个办公室可以了。洪秘书一看到海童，就起身快步走过来，小声地对海童说道：“海总，有位杜小姐找你，在贵宾室里。”